嫁出去的姐姐突然说要搬回来住，她的家人也在其中，包括丈夫和女儿。原因很简单，他们打算翻新现在的房子，但是要花上3个月的时间，因此她还特意准备了高级牛肉做寿喜烧。可我并不想同意这件事，原因同样简单，就是她知道我不喜欢寿喜烧，却还用这么好的肉来做，真是浪费好材料。我其实不讨厌姐姐，只是她太霸道，所以一有机会我就想压压她。最后妈妈和姐夫帮我圆场，于是我就同意了，但我要求独自处理剩下的高档牛肉。顺带一提，我得自我介绍下，我叫阿蛮，31岁，曾经开了9个月的咖啡店，店铺关了将近6年。这6年我没去外面工作，依靠妈妈经营的咖啡店生活至今。这家店原先是父亲留下的，这位显得很强势的女士是我姐姐林子，这位是我的姐夫光思，他不是姐姐的初婚丈夫。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，你应该能感觉到他在家里的地位。这是我外甥女春海，正处于青春叛逆期，他们总是忍不住提我的啃老问题，我真不想面对这事，我还是蛮有自尊的。如果你也问我原因，那解释起来可就话长了，有时间我再慢慢说。现在得先管管我姐家的事。我也是今晚才得知，即将中考的春海已经有1周未去学校，也不知道她不清楚未来3个月要暂住这里的事，所以当我无意中提起，气氛顿时变得僵硬。就是你们一家3口临时搬来我家的事，怎么回事？但幸好春海没有反对，还说特别喜欢外婆的菜，让妈妈非常高兴。但讨厌的姐姐最后还是把问题甩给了我，我没说不可以啊，你不是说了吗？阿蛮，你刚不是挺反对的吗？不，我是说我姐商量的方式不太对，我可没说不让你们住进来。但她肯定不会就这样算了，她让我吃完骑车送春海回家一趟。我问了句为什么选我，她说反正你也闲着，那就要收费护送了，我得送她回去，总不能免费吧？这显然不可能。路上我问春海为什么不去学校，是不是有什么麻烦？她停下车反问我为什么今晚要吃寿喜烧。我是那种绝不做自己不喜欢的事的人，关于这个问题，作为你舅舅，我的回答肯定得正面，得给你做个榜样。但听我一句，虽然不清楚你具体什么难题，还是试着克服一下，去上学吧。春海看上去更不高兴了，我马上控制住笑容，真是青春期的烦恼挺烦的。我转换了话题，准备透露个小秘密给他，那就是15年后再次尝到寿喜锅，味道比预想的还要美味多了，甚至我觉得能排到我最爱的肉菜第1名。但别告诉别人哦，万一老姐知道了就糟了，她肯定会发。真是令人震惊。看春海心情变好了，我们继续在宁静的路灯下前行，爬过坡后开始享受下坡的快感，脚一离开踏板，快乐就跟着来了。或许人生也如此吧，现在我觉得挺满意的。我是阿蛮，31岁，还在啃老，只和妈妈2个人住，因为姐姐家要翻修，工期3个月，他们一家3口就搬回来了，这也让我原来的生活乱了套。瞧，他们一大早就叫我处理这些旧书，反正我也是闲着。原本想叫外甥女春海一起，结果光思也想来，还想讨好继女，最终就变成我俩去了。所以我友好的提醒她，不用刻意讨好春海，那样可能适得其反，而且面对他们母女要强势些，千万别唯唯诺诺。姐夫也知道，但和他们硬碰硬肯定吃亏。我突然想到，老姐搬来这段时间肯定会和老妈联手针对我，那我也得找个帮手。姐夫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我真的猜对了，虽然我不清楚，但他们真的在计划把我赶出家门。妈妈之前有说过，如果我30岁还不工作，这话是在爸爸在世时说的，现在只有我能陪伴他。姐姐也是理解的，但她说现在家里还能依靠咖啡店维持生活，10年20年后怎么办？所以她非做不可。我卖掉旧书后，就和姐夫去了附近的酒吧喝啤酒。姐夫怕挨骂，急忙要回。我对姐夫说，到时你就说尽管拒绝了好几次，还是被我拉来的。他还特意问我会不会重点提拒绝了多次，我说这当然。酒保小哥海星记性真好，他记得姐夫和老姐5年前曾来过这儿，那时背后的女孩小雪吸引了姐夫的注意。别误会，小雪是乐队的贝斯手，姐夫以前也是靠这个出道，只不过一直没火。
2年合约结束就解散了。海星还称赞他贝斯弹得好，既有力又有感。他身上有种悲伤又达观的情绪。姐夫苦笑一下，他都不记得有多久没被人夸奖了。毕竟家里也是这样，洗个碗还被骂不会用海绵，甚至怀疑自己一直是废物。他怎么会和职场熟女聚到一起呢？这时海星也提到了这个奇怪的现象，他们店的顾客中也有很多这种组合，比如女医生、女律师经常会找些年轻艺术家作伴。改行进入职场的姐夫似乎失去了原有的光彩，因此我建议姐夫重新当个无用之人。首先，姐夫需要道歉，同时我也要履行对姐夫的承诺。我多次邀请了几乎要拒绝的姐夫，他虽勉强，但终于还是陪我一起去了。担心我们再起争执的妈妈赶忙让光司坐下吃饭。这时姐姐又叫我饭前去她房间看看，这几箱全都是我的东西，她叫我把它们放进我的房间。我当然不太乐意，这会让我的房间更加拥挤，生活也会受影响的。这些东西都是咖啡机。老姐问我为啥不丢掉，还是不是在想着开店。之前创业失败确实给家里带来了麻烦，因此她希望我不要再想这些了。我肯定不会承认那种事。接着我举了个例子给她，这是我年轻时候的珍贵收藏。话音未落，我们又开始吵起来了。春海插话说，如果真的珍惜，那就留着也无妨。姐姐总把别人珍视的东西随口就处理了。记得我上小学那会儿，她偷偷丢了爸爸送我的礼物，旁边一言不发的姐夫也被误伤了。看见姐姐吃亏，我也插了几句嘴，却没想到春海立刻瞄准我，指出我的错误，被晚辈指点，心里确实不好受，说他一个辍学者怎敬起舅舅了。相较于我，大家更担心的是你。话音刚落，春海明天打算去学校读书。这话一出，原本乱糟糟的饭桌顿时有了用餐气氛，家人也恢复了和睦。但是负责查看那些咖啡机的姐夫一直没有出现。我们发现时，他已经不知不觉睡着了。这家伙真能在任何地方睡觉，可这箱子带来的安全感又是个啥玩意儿？那我呢？面对满地破碎的梦想，真的摸不清前面的人生路要怎么走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失恋后人们爱去海边？我带着失恋的外甥女去了海边，让她自己去感受一下。面对那浩瀚的大海，人的心灵会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平静，更容易直面自己。或许是因为海浪声可以掩盖哭声，让人可以放心大哭。最后，我也不确定他是否有所领悟。对我来说，接下来的任务跟往常一样，凌晨5点半给妈妈冲杯咖啡。只不过今天老姐先来了，一早就质问我为啥这么做。我说显然是孝顺啊，但谈到孝顺又会说我不工作怎么谈孝顺。我想老姐肯定没人给她冲过咖啡，不懂这份幸福感，就算有也只是速溶的。我们吵架声把其他人都吵醒了，围了过来。见众人齐聚，老姐则越发激动。我不懂她为何那么坚持要我放弃，这事只要我俩满意不就行了吗？甚至说道我是因为留恋咖啡店，只是想泡咖啡而已。既然如此，今天就是最后一杯了，明天起我不会再做这个了。大家分开时气氛有些尴尬，老妈独自一人沉浸在深思中。其实我偶尔也会出去挣点小钱，还会帮人陪练。老妈继续自己运营咖啡馆，木本大叔默默喜欢着老妈，经常待在书店里好长时间。今天有个不同寻常的客人来访，他还特别点了店里的秘制菜单。这个菜是木本大叔的创意作品，只有常客才懂得，因此不难推断这男孩是春海的同班同学，他的名字叫高平路。事后还特意嘱咐老妈别让春海知道他来过，但秘密总是藏不住的。现在他们正议论此事。这男孩在父母离异后又组建了新家庭，这让春海能感同身受，因此对他产生了好感。但今天他到店里的真正目的还是个谜。我跟姐夫在酒吧喝酒，他把手头最后一把贝斯寄存了，也理解我不愿意丢掉咖啡工具的心情。其实我自己都搞不懂，虽然我不想再开咖啡店，但我还是对咖啡有情有义。每次看到新品种的咖啡豆，毕竟从自己深爱的领域退出，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姐夫喝完酒先回家了，看见妈妈一个人喝酒，他肯定在想明天我还给不给他冲咖啡。其实刚才喝酒时，姐夫也催我继续冲，但妈妈太懂我了，知道我特别倔，虽然心里很期待，嘴上却说着没可能。他要是让我冲咖啡，我连倒立都愿意。我怎么想的呢？说实话我也迷茫，
现在心里挺乱的，大概和妈妈一样复杂。整夜我都没睡觉，就这么静静看着钟的秒针，一直到妈妈开门的声音。可惜我没起身给她冲咖啡，虽然我没看到她孤单的身影，明白她的伤心。2年前爸爸去世，我一直保持早晨给妈妈冲咖啡的习惯，让这成为她的精神支柱。随时间这也成了习惯，但因为昨天和姐姐的小争吵，从今天起这习惯不得不停止了。妈妈感到很难过，但没办法抵抗姐姐的劝说，因为接下来他们打算让我搬出去找工作。我刚醒来，发现厨房多了几个南瓜，妈妈说是老顾客送的，听说还挺贵的，但我并不怎么关心，因为姐夫约我晚上去酒吧，说有事要帮忙。那天春海学校运动会，有个男生跑来向他要联系方式，那个男生正是春海心仪的高平路。可这男生连续2天发短信过来，内容好像老人家才会发的那种，弄得他回都不知道怎么回。于是他就来问我该怎么办。其实我也不太懂这是该怎么处理，于是就建议他索性放开点，直接跟他成为朋友算了。眼看万圣节就要到了，不如拍个带南瓜头的搞怪照发给他，让他感觉你是个易相处的爸爸。姐夫确实按照这么做了，还补充了个我是南瓜太郎的自我介绍。这个我就不好评价了，这种做法真的不行。但目前事情就这样了。那天我刚做完兼职，领了工资就打算回家，路上经见家里客户赠的南瓜，一颗居然值2500日元，老板说网上能卖到3000。一听到这个消息，我马上加快脚步往家赶。一回到家，我到处找，就是找不到南瓜。从姐姐那儿才知道，南瓜被妈妈拿到店里去做万圣节活动了。面对这笔大钱，我怎能让他就这么溜走呢？我马上回头又进了店，发现老顾客都在帮妈妈准备万圣节的东西。我的第一反应是，为了保住南瓜，绝不能让这活动继续。于是我开始反对庆祝万圣节。原田给了我们好多南瓜，我们也用不了那么多，随大流搞个万圣节有什么问题呢？如果别人送你一堆武器，难道你就得去打仗不成？别说蠢话了，阿蛮真吓人。怎么吓人了？吓人的是你们都不小了，还聚一起准备万圣节，这才真吓人呢。你到底跟万圣节过不去？我正想趁机挪南瓜，可似乎被他们察觉了。你不会是打算转手卖掉吧？咱们才第一次见面，说这话真不礼貌。农场的人告诉我，拿到这些南瓜时，这些南瓜网上有时候能卖个好价钱，得小心保管，趁机溜之大吉。心情不好，吃饭也难受。刚进门就被姐夫拉去小房间喝酒，他有事情要我帮忙。问题还是老样子，就是那个男生给他回消息了，他搞不清楚该怎么办。早知道就不该让他发南瓜太郎的图片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回他一张更猛的图，否则让人失望了，他就不会再理你。感觉自己好像进了个奇怪的斗图场。我被追踪了，追踪我的是老姐一家。今天是我们给父亲扫墓的日子，像往常一样，我先加油再买祭品的花。可我没拿小票，这细节被老姐紧盯着。他们全家要去商场买东西，但她似乎更在乎抓住我把柄。由于我没有工作，所以买花的钱都得找妈妈要。我每次会多拿一些，但今天妈突然要我下次留小票，肯定是姐姐在搞小动作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很不满姐姐有空购物，却不来探望爸爸。妈妈肯定会帮她说好话。工作占用了太多时间，连休息时间都得去买日用品。扫墓回来，妈妈接了姐姐的电话，提议晚上一起吃饭，地点选在爸爸之前常去的中餐馆。听到时我其实不太想去，但最终还是同意了。所以吃饭时我几乎没怎么吃。大家问起，我就说午饭吃的清淡，没啥胃口。其实影响心情的是，明明不去扫墓，还提议去爸爸最喜欢的餐馆。这事儿被老姐听到，她没直接回答，反而说我这赚外快才去扫墓的人，没资格评论他。我正要解释，她却掏出我今天扔的收据。直到这刻，我才意识到自己被尾随了。姐夫匆忙解释说在加油站遇到只是巧合，那买花肯定是故意的对吧？虽然我确实挣了点跑腿钱，但我确实把爹的墓碑擦得很干净，双手合十虔诚的跪拜，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。这个先不提，既然老姐你一直在跟踪我，怎么不直接去老爸墓前？快到墓前就不跟了。老爸真挺可怜的，可能可怜这次触动了姐姐。他生气地问我，在老爸住院那2月我去了几次。
我其实记得很清楚，只去了一次，但我不愿意说出口，只能说忘记了。最后妈妈揭穿了这事，那时我和爸爸吵完架，就搬去和一个女人住在一起。简单点说，就是被人养了。爸爸过世后，我又搬回来了。因为这件事，临走时爸爸还后悔当初责怪我。姐姐一边说一边激动，眼泪不知不觉在眼眶打转。你该长大了，30-40岁了，还向妈妈要零花钱。这些事我也很伤心，只是一直没有勇气去面对。有些事现在也追悔莫及。我端起了餐具，分享了一个秘密。其实爸爸最爱的不是这的肉，而是淋着肉汁的炒饭。我狼吞虎咽地吃起来，姐夫也跟着尝了尝，然后是春海，最后轮到泪汪汪的老姐。或许家人就是这样，有爱就会没完没了的吵架，特别是这个倔强的老姐。回家路上，妈妈告诉我，那天我看望完老爸后，她笑得特别开心。那天爸爸问我养的乌龟叫啥名字，我回答是博尔特，这可能逗得她哈哈大笑，笑了好一会儿。要是知道那是最后一次见面，当时就该聊点正事。姐夫的秘密露馅了，继父竟然跟我暗恋的那个男生有联系，换作是你肯定也会大吃一惊。春海马上就来问我到底怎么了，他肯定以为我也了解这件事，实际上确实如此，但我不想直接告诉他，而是让他自己去找姐夫问。这样做是为了让他们的关系好转，增加点互动。因此第二天，我故意提醒姐夫那条领带不太适合，建议他换回原来那条。这一举动很快就引起了春海的注意，但看上去这没让他们多沟通。我好像没成功。姐夫下班回来也察觉到了，他也开始考虑是否继续与这位男生联系，毕竟不清楚男生的真实意图。于是我直接建议姐夫出门见这个男生一面。这时候妈妈的声音打断了我们的谈话，她喊了姐夫一声，让他别忘了把吃完的雪糕包装和棍子分开扔。刚洗完澡的老姐也来否认了，还戏弄我说就一根雪糕，何必这么小气。我生气地跟她说，这根雪糕可是250日元的，不是普通的那种。没想到老姐听后更来劲了，说我这个啃老族竟然好意思买这么贵的雪糕。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老妈就插话说包装袋是老姐扔的。老姐承认了，但还是坚持不是自己吃的，然后又开始责怪姐夫，说是昨晚看见姐夫吃那个雪糕。姐夫感到委屈，说是下班买的，随后赶快跑回房间拿出袋子和小票。那么姐夫就没嫌疑了。老姐认为小题大做了点，直接再买几根不就好了，但这次我不愿意了。这不仅仅是雪糕的事，而是我们3个中谁偷吃了雪糕。大家都没吱声。姐夫问可能有别人来过吗？说到这，春海突然记起今天木本大叔来过这里，老妈说今天确实叫他来帮忙提东西。这么一来，木本大叔确实有足够的作案时间。最关键的是，他看着就是那种会偷吃雪糕的人。老妈听了直呼我太不礼貌，怎么能背后说人家是小偷呢？这时候老姐也提出质疑，他早上扔的那个袋子，而木本大叔是傍晚才来，所以他不可能是犯人。春海也想起了那个放塑料袋的地方，昨天那儿还有报纸呢。听了这些，我好像也记起了什么。我的那份其实还没吃，心里明白得很，罪魁祸首就是我。但这种事我才不会忍，可老姐非得让我道歉，否则今天你跑不了。那就先投降吧，你今天不好好道歉的话，我肯定不放过你。阿满，你今天完全败了。过后，他们讨论着为什么让我道个歉这么难。其实我也不太明白，可能是谈了一整晚的雪糕，春海已经开始馋了，准备出门买去。但姐夫这么晚还提出让他去就行了。春海其实想自己选，看到时机的姐姐和妈妈，就建议他们俩一同前往。购物结束，路上的对话，春海好奇心起，忍不住问姐夫怎么会有高平路的号码。姐夫说是那天运动会时高平路找他交换的，感觉有点怪，但他怕拒绝了会给春海添麻烦。春海听完后并没有责怪姐夫，反而说如果不嫌弃的话就继续保持联系吧，毕竟那人也挺孤单的。姐夫于是回问春海，那家伙也挺孤独，这也是指谁？春海没说清，或许我们家每个人都是吧，可能这是第一次和妓女聊这么多。今晚姐夫肯定很高兴，别问我怎么知道的，我亲眼所见的。真恶心。阿蛮，下周你有空吗？你见过我忙过吗？那我也不能说你肯定很闲。
帅气的酒保海星要帮我介绍个好工作，他们的美女老板得出国1周，想找人照顾他的小狗，晚上带他溜溜，再喂点食物就好了。关键是工资还挺高，所以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。没料到，第一次出门就碰上了店里的常客原田，他还小心翼翼地装作不让我见到。这件事暂且不提，因为我现在感觉自己糟糕透了。这是一罐售价350日元的罐头，比我平常吃的雪糕还贵。还有这瓶水，比我喝的那种气泡酒还贵。我一回家就听说老妈知道我遛狗的事了，可能是发现我最近开始改变生活态度，原田主动向我妈推荐，想让我去他们公司工作，他还留了名片。考虑到给老妈面子，我就收下了。这里说个题外话，他们两个看来聊得挺投机的。我在恋爱上遇到了点小麻烦。谈恋爱啊？对，这块叔叔最在行。真的吗？真敢问啊，真敢说。然后我和原田取得了联系，就在常去的酒吧见了面。他还带了个公司的小弟杜丽过来，他们一见到我就超级热情。老实说，我对他们公司真的没啥兴趣。他们表面对我热络，却又不经意间流露出看不起游手好闲的人的态度。至于田园为啥非得拉上杜丽，现在我也懂了，因为他过去的经历和我挺像。比如他也做过背包客，到处旅游过，期间他就辍学了，还说觉得对我特别亲切，可能是因为都是辍学出身，这真是有点奇怪。然后话题转正了，他提到即使自己这种任性的人，在现在的公司也能过得不错。他曾经有个女朋友，因为他失业就和他分了手，找到工作后他又来找他复合了，已经谈到结婚的事了。听了这些，我对杜丽说，如果一个女人因为你有工作才和你在一起，说明她可能不是真的喜欢你本人，这种婚姻真的没问题吗？然后我就回应了他之前提的共同点。你之前提到自己辍学的事，20多岁还在普通公司工作，你不觉得辍学浪费了吗？退学浪费？完全是退学失败了。退学的人确实感到很羞耻。看到杜丽越来越不自信，原田急忙安慰她，说我这个啃老6年的确没资格这么说别人，我也没辙，都是你们先挑衅我的。有了工作，就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原田正要狡辩自己没做，庞海星不怕事情闹大，加了几句，你说没赶上社会列车的人真可怜。抖出客人谈话真是没有常识，我们家优先考虑老顾客，别以为长得帅就了不起，我真没想过靠脸吃饭。这家伙实在太烦人。我知道原田本意是好的，只是想帮妈妈处理我的问题。人各有异，生活条件也各不相同。像田园一个人去东京打拼，不得不把家人留在老家，每天想家心切。而我哪怕不工作，自有生存之道。但这观点田园显然不买账，甚至反问我这话是否让人焦躁。对我来说，你们对那些不工作的人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态度，硬逼他们去工作，这不是很害人吗？我今天决定辞职了。你怎么了？我们本来是来招人的，怎么人还变少了？阿蛮说的太对了，我只是在逃避现实。我没想到随口一句玩笑，竟让他激动成这样。如果他真的辞职了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紧张死了，不停劝他，我刚才那都是闹着玩的。你要是辞职，我可不放过你。不打不相识，正是这个道理。吵架后，我们反倒能像朋友那样聊天。瞧，喝完酒后，我们又去了原田家，聊聊各自的真实生活。这种没有距离的交流真舒服，人生总是这么多精彩。木本老头碰到了情敌，对手是吹剑俱乐部副会长，不仅更优雅，而且特别富有，各方面都强过他。木本老头只好另寻出路。老板娘，来份干咖喱蛋包饭吧。你不是刚吃过午饭吗？我突然想试试自己发明的神秘菜单，那我也要一份同样的。对不起，副会长，新来的顾客不能点秘密菜单，这可不是真的。老人的情仇故事特别吸引人。晚餐时分，全家人笑谈姐夫儿时的梦想。他确定地说想成为一只东亚飞蝗。我们以为他小时候肯定经历了什么，但姐夫觉得就因为什么事都没遇到才会这么想。飞蝗跳得特别高，这就让他能轻松越过障碍。他又马上把梦想的话题扯到我身上。我一直梦想开家咖啡店，姐姐却讥讽我说，开个9个月的咖啡店不能算实现梦想。我听了当然不同意，实现梦想与时间长短无关，
何况姐姐自己的梦想也一直在变，她有什么资格得意？想来想去，到目前为止，老姐在各种才艺和大学学费上的花费可能是我的3倍。她大学读完了，我就读了2年，不一定是因为花了多少学费。这事其实也没啥可夸的。说了这些闲聊，老姐又开始担心女儿了，因为春海最近的成绩是历史新低，她觉得女儿是故意的，然后她想和心仪的男生上同一所学校。虽然春海在否认，但姐姐就是不相信她。姐夫在一旁悄悄给春海暗恋的男生打了个电话，然后确认了春海的说法，他们确实选的不是同一个学校。姐姐好奇姐夫怎么会有那男生的电话，春海的表情看来也是知情的。这时我不合时宜的说我也知道了，这让姐姐感觉自己被排除在外了，她是唯一一个不知道这事的。老姐显然很气，现在客厅里只有我们2个，我们忙着各自的事。我跟她说晚上剪指甲会错过与父母最后一面，老姐说她不相信这一套，这太古怪了。这个迷信说法明明是老姐之前说的，我信了20多年了，一直坚持到现在。姐姐这么一说，上班族和学生只能周末白天剪指甲了。看她那失落的样子，我提醒她，她小时候不也常撒谎？我帮你的次数多了去了。记得有次初中你跟男生看电影，老爸知道是男生就反对，你就说得带上我，就这样瞒过老爸了。那天我在公园打棒球，傍晚姐姐来接我，一路上给我复述电影情节，还让我装作看过电影的样子，逼我模仿电影主角的动作。她忘了电影名字，边回忆边说，我也拼命地想，姐弟俩争胜负从不管赌什么，我得赶紧想起来比她快。想起来了，等一下，我先来说。别急，一起数到3。春海被我们的声音吸引过来，问我们干嘛，想那么久，直接上网查不就得了，纯粹浪费时间。我跟他说这就是乐趣所在啊，搜得太急全毁了。如果争分夺秒走最短路线过人生，那途中肯定少了不少惊喜。那些不走寻常路的人才会有意外的惊喜。看到姐姐心情变好，我问她想不想吃银杏，姐姐建议不如来杯饮的，那就麻烦姐姐把银杏煎一下。姐姐肯定不乐意。我们又开始划拳了，石头剪子布，哈，我赢了，真麻烦。就在这一刻，仿佛回到了儿时。猜猜我为啥出播？我在模仿阿甘打乒乓球，20年后的复仇一击。别吵我，今天真是怪异。家里3个女性似乎故意不理我，本以为她们会对我大发雷霆，但她们异常平静，这真让我摸不着头脑。第2天趁姐姐不在，偷偷问妈妈是不是有意避免与我交谈，妈妈却说没有这回事，谈得挺好的，还让我晚上回家时带些牡蛎。我感觉那里面肯定有猫腻，可惜没证据，只好继续外面遛狗挣钱。其实带小狗，简单喂喂食，收入还挺可观的，真是太划算了。原本打算把狗送回豪宅就走，结果发现美女老板在家，真的超级漂亮，都让我有点看呆了。她的名字是明日香。小光，过来。家正在准备晚饭，我得买些牡蛎回去，但明日香拉我喝酒，还问了我的情况。得知我失业后，仍然夸我很靠得住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所以干杯后就匆匆告别。但他说家里啥吃的都没有了，能麻烦我帮个忙吗？要是别人肯定就拒绝了。没想到的是，靠，我没想到他要买这么多东西，我得赶紧回家，家里还等着我带牡蛎呢。看时间应该还能赶上。一路奔波后，终于把大包小包都送回去，然后掏出剩下的钱准备离开。明日香问我这些钱够不够作为路费，我没回答，他以为钱不够，想再去取些，但我拦住了他。钱虽重要，但自尊不许我那么做。他知道我是因为缺钱，不然这岁数谁会去遛狗啊？我硬说遛狗是因为爱小动物，帮他买东西说是喜欢帮助他人。我感觉自己挺能干的，今天好像碰上对手了。看我越发急躁，他却乐呵呵地说，他就喜欢看男人愈加生气的样子，这女人是不是魔鬼啊？看到我生气，他马上道歉，还请我吃饭，手段真高。但家里等着我煮牡蛎，加上心里正憋火，我就扭头就走。这时他给了个我拒绝不了的理由，你不是说见难不过吗？你现在没事吧？喝了几轮后，明日香自嘲他真是个寂寞的人，别人生日都是叫一堆朋友开派对，
还得晒到网上，显得自己多精彩。而她虽住大房子，连个吃饭伴都没有。这个女人表面上和姐姐很像，既强势又直言不讳，还喜欢自说自话。但聊天后你会发现她细腻又可爱。她说，第一次见面你怎能懂我？其实也是希望被人理解，可能是酒起了作用。她躺到了沙发上，我觉得是该走的时候了。我打算还她别墅钥匙时，她却让我继续留着，说不定以后还得麻烦我。我觉得我还挺乐意的。出门时我祝她生日快乐，不知她有没有听见。美女土豪明日香亲自给我送工资，我瞥了一眼数目，就带小狗就这么多，这真的行吗？海星说这表示他挺喜欢我的。我不太想反驳这件事，但听说是你甩了他啊，海星。看看海星怎么解释，那都是4年前的旧事了。可明日香还一直记挂着呢。没有那回事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这几年她交了不少男友，希望明日香早日找到自己的幸福，并且问我近况如何。说是明日香好奇我有没有女朋友，这种问题我怎好直言承认啊。第二天一回到家，一大早就听说姐夫病了，家人说他发烧到38.8度，但姐夫私下告诉我只有38.2度。他说没达到38.5度，他都不好意思请假。老妈那边的老人恋爱战也很激烈，今天艾迪还给老妈送了活毛蟹。活着真是太贵了，看到这木本老头简直酸爆了，最后连痛苦的面具都戴上了。所以当我晚上回家时，就发现那3个女人围着毛蟹，似乎在商量什么。他们是担心生病的姐夫发现毛蟹。姐夫平时不太吃海鲜，但最爱的就是吃螃蟹。老妈直接建议等姐夫病好再吃，我也这么觉得。这对母女似乎不太高兴，那就这么定了。看起来姐夫确实有点可怜。春海认为5个人分2只螃蟹根本不够，而且到时候分蟹黄和蟹钳还会争执不休。4个人正好，每人可以分到半只。这样一来，除了姐夫，家里人都同意了这个方案。冰包里的冰融化了，这点小事我来搞定，你赶快去睡吧。我还得把衣服拿来，我马上帮你拿，你就待在房间里。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。拜托，快去休息吧。至少生病这段时间，让我来照顾你。仅仅是帮姐夫换衣服的姐姐，开始觉得有点不忍心。姐夫说这是婚后第一次对他这么好，已经被感动得热泪盈眶。如果就这样偷偷吃了毛蟹，那种内疚感真强烈。我跟春海有点不愿意了，本来说好只有我们4个人分，现在只能想办法既能吃到半只毛蟹，又不觉得内疚。我就建议让春海亲手做碗粥给姐夫送过去。想象一下，平时不和的妓女亲自送粥，到时候他肯定比吃毛蟹还开心。我们都以为春海肯定不会愿意，但为了能多吃一点，春海竟然答应了。哎呀，你真那么馋呀？毕竟这个毛蟹实在是太极品了，大家都无异议了。我们在厨房给春海助威，果然如我们所料，见是春海送来的。姐夫激动得语无伦次，却出乎我们的意料。春海送粥时心疼不已，暗暗告诉姐夫楼下正吃毛蟹，问他要不要来尝尝。可对姐夫而言，那粥已是极致美味，甚至觉得偶尔生病也不错。我好像谈恋爱了，他似乎也对我有意，至少我是这么感觉的。她叫明日香，一个35岁的富婆。她问我是不是真的单身，我说我没工作，没钱约会。她说，约会时不是谁有钱谁付就行了吗？她这么回答，这个女人真不简单。我又试探性地问她有没有亲密的男性朋友，她说没有，否则她生日也不会请我陪她吃饭，还特意给我分了她最爱的栗子蛋糕。真巧，我也特别喜欢那种蛋糕。我离开时，她还在高处挥手告别，那一刻我感觉特别飘飘然。大家都说恋爱会让人犯傻，我现在觉得这话没错。我开始少待在家里，而是常常泡在明日香家。我们一起去跑步，一起吃晚饭，他还把他的运动服借给我，连床也借给我了。成人的爱情真直接，要不要也上来一起？我一会儿去看看。晚安。面对这种提议，我确实动心了。我带着兴奋的心情慢慢走下楼梯，但最终我还是忍住了。原因呢？我对明日香是认真的。第二天，我给他泡了我最拿手的咖啡，他递给我这周的工资。我说我不是冲着工资来的。他没多说什么，只是夸赞我泡的咖啡好喝。看见我整夜不回家，家人开始担心，特别是妈妈。
他怕我又去做别人的小白脸。那还是爸爸在的时候，那时因为和爸爸争吵了几句，就搬到了一个比我年长的女士家。现在的状况很相似，但只有我自己知道。这次我是真心投入了感情。看到妈妈满脸愁容，姐夫主动说要劝我回去。他请我吃饭，透露自己曾经也做过小白脸，知道一旦沉迷就难以自拔。但我这次的想法不一样，开始向他阐述我的理由。就像昨晚明日香邀我同睡，我没答应，选择了沙发，因为在确定和他交往前，我绝对不会做那事。最终姐夫还是败了，我没回自己家，而是又跑到了明日香家。他问我为啥在家待了6年，就这么讨厌工作吗？我说我其实很想工作，只是找不到心仪的工作。明日香说他懂，他也有过3年没工作的经历，但后来被一句话给唤醒了。有人对我说，如果你因为找不到心仪的工作就选择什么都不做，那么更会让自己原地踏步。可以尝试做自己不讨厌的事情。那种事情啊，我一开始听到这话时也是豁然开朗。虽然坚持做自己喜欢的很重要，其实没什么不好，但不采取行动就会错失新机会，最终陷入恶性循环。他的话不仅唤醒了过去的他，也深刻触动了我。虽然不太会表达，但感觉我一直在等这话，好像一直在等一个懂我的人。那一夜，我下定了决心，朝着楼梯尽头走去。老妈找东西时，翻出了个盒子，里面是我和姐姐小学的压岁钱。她回忆说，初中前不能自己用压岁钱，所以以前的压岁钱都是她帮忙存的，结果给忘掉了这事。后来一数，我有4万3，老姐有5万8。春海纳闷为什么老姐的多些，姐夫说了，年纪大的一般都拿的比年纪小的多，这种不成文的规矩一直都在。春海是独生子，不懂也很正常。家人觉得我当小白脸，可能觉得我不缺这点钱，打算用我的压岁钱好好吃一顿。但姐夫至少得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。听说了这事，我真的很不爽，他用我的钱去吃大餐，所以明天我会回去把钱拿回来。老姐突然抢着跟我讲生意，硬要我明天回家，还说有大事要通知。这件大事竟是他和妈妈打算卖掉家里的房子，让我把东西都搬走。妈妈觉得一个人住太大了，加上年纪大了也不方便打理。老姐的新房子扩建了，多出一间正好让妈妈养老。但我不太相信这是真的，肯定是他们用这方法来威逼我搬回去。然后姐姐又找了个借口，听起来还挺有道理的。妈妈因为太孤单，宠坏了你，你有家感觉踏实，所以没好好过日子。但这理由也不能就卖掉家呀。没办法，我只能赖着不走。如果我这么做了呢？无家可归，倒在街头，警察要送我回家，可我已经没家了，那怎么办？可能会被送到姐姐家，这算什么威胁啊？家刚装修的漂亮，刚和邻居打过招呼，警察便带着狼狈的弟弟来了。看到姐姐和姐夫肯定会哭，他们肯定在门口哭成泪人，即使邻居看到也没关系吧。再说要是把这儿卖了，岂不是连咖啡店也得卖？妈妈觉得你反正不想接手，早晚会结束在她手里。我们正热烈辩论时，一直沉默的姐夫突然说要接手，而且很是认真，这让大家都目瞪口呆。被老姐追问细节时，姐夫刚透露其实他3天前就辞职了。虽然姐夫不停地道歉，但姐姐生气他没先和他商量。我火上浇油地说，即使说了你也不会答应。就这样自作主张辞掉工作，家里的重担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，还有那种无人理解的委屈。借着去接春海的借口，姐姐跑出了家门。等春海回来时，老姐还没回来。春海不愿透露，他肯定理解妈妈的难处，但姐夫看了下时间，也很着急。老姐好像有目的地四处走，然后顺路到了海星酒吧。林子小姐，请我喝一杯怎样？别担心，我请你喝个够。一直联系不上的姐夫终于耐不住性子了，他随便穿了衣服出门到处乱找，最后走进了酒吧。结果被告知姐姐刚走不到5分钟，叫他快点追上。得知情况的姐夫一路急忙奔跑，最终在一个小巷中见到贝贝斯的姐姐。那是姐夫在酒吧附近的地方。姐姐说这种的东西寄放在别人那里不放心，不想麻烦别人。姐夫对此没回应，他只是担心贝斯太沉。老姐说恋爱时他常这样背，其实姐夫从未要求过。我和美女社长分手了，
原以为我们能走很远，感情真的难以预测。分手原因是他之前的一句话，他说如果找不到想做的事，不妨从自己不讨厌的事情试试看。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我不讨厌的事，终于做了个决定，觉得我以后应该做的就是支持你。我明白了我不讨厌的事，更确切地说，我想让你开心。这是我第一次觉得为了一个人，无论自己变成什么样都行。但明日香似乎不太喜欢这答案，他认为如果我这样做，就跟吃软饭差不多。他不想我变成那样才这么说。但此刻我真的很生气，我以为他会让我放手，做了这么多为何还不满足？他觉得我6年只换来这个答案，问我真的甘心吗？如果你只得这个答案，我们还是别在一起了吧，我们还是因为意见不合分道扬镳了。他的回答真的和我家人一样，能感觉到他是真心为我好。但感情是吗？怎么说呢？可能我有点偏见。时间虽短，谢谢你的照顾。离开明日香家后，我现在变得无家可归。这时候要是回家，那3位肯定笑话我。公园太冷了，最终决定在网吧待一晚上。第2天趁家里无人悄悄回去，可没想到姐夫去店里添乱，让老妈这辈子第一次这么轻松。上楼时正好被当场抓到，为了面子，只好给自己找个台阶下。老妈明白，却不点破。我也继续了我那废柴生活。这时春海回来了，我在家他看到后，就难过的说：“我真慢。”怎么了？你是被甩了吗？你真吵。我本来也打算去海边找点安慰，咱俩一样郁闷，就这么一起来到了海边。我劝春海说：“那男生拒绝你，可能是因为太喜欢你了，跟我遇到的情况很像。他也是在考虑自己的利益，感觉好久没这么喜欢过一个人了。”春海貌似很少见我这样，整路上我们俩一句话也没说。回到家，一切恢复正常。姐姐的尖酸刻薄，妈妈的家常味道，真是让人又烦又怀念。妈这阵子和那个有钱的谭野先生走得挺近的，今天扫墓都是谭野先生接送的。我问妈妈是不是以后都得这个人送你，她说尽量不麻烦我了。这个谭野先生为了追求妈妈，甚至开始讨好我姐一家，不止带他们去吃大餐，还想帮姐夫找工作。别担心，我会尽力帮你们。对于妈妈的恋爱生活，我自然不能多管，但了解一下还是必要的。最后听原田说出来的结果是，这谭野不但有钱，地位也不低，还给姐夫介绍了国会议员秘书的工作。虽然还不确定能否当选，但至少有了机会。姐姐对谭野先生也是赞不停。考虑到以后养老的事，谭野先生显然比木本大叔好多了。不过木本大叔开始不安了。今天海星特意来店里找我，因为他知道我不再去酒馆了，他接受不了我突然不见。但我也是无奈之举，被老板开除了，实在是没脸再去。海星离开后，木本就注意到我，我一出门他就把我拦住，说有事要跟我说。我能猜到，他说的一定和妈妈有关，他希望我阻止妈妈和谭野先生谈恋爱。我当然不想卷入这种事，而且木本老头这么做是想替换他吧。他接着说已经放弃了妈妈，只要能怀抱憧憬，与妈妈保持一定距离就好。如果妈妈和谭野先生在一起，妈妈的生活肯定会有很大变化，她恐怕再也品尝不到妈妈煮的咖啡了，无法再常去那儿光顾，这才是让她感到最难过的。我开始能够理解那位老先生了，因此决定伸出援手。而帮助他的第一步就是与姐姐一家站在对立面。我提出了谭野先生违规的意见，应当让他们进行公平的竞争。姐姐当然不赞同我的观点，于是我就把他们的受贿事公诸于众。你们2口子不是被他拉拢了吗？没吧？那他怎么约你们出去吃饭？那是因为商量你姐夫找工作的事，他还说不介意的话一起来。找工作谈了就15分钟对吧？怀疑是拉拢也无奈啊。为啥春海你也偏向阿蛮呢？因为我们未被款待的人。春海由于没吃到，因此决定跟我站在一起。看着无力辩驳，姐姐也说她看到我和木本大叔去喝酒，所以我也不会被收买。他们算错了。遗憾的是，尽管我们的饭局花了超过5000日元，但木本大叔只带了3000日元，所以我们基本上是 AA 制。除此之外，除了吃喝，姐姐还得到了谭野先生给的40张抽奖券，这些票价值不菲，细算一下就明白了。在商店街每消费300日元，
就能得到1张兑换券，要凑够多少张才能换1张抽奖票呢10枚。じゃあ那40次抽奖又需要多少兑换券呢？不过姐姐还是认为找个经济条件不错的谈也更好。这时候木本大叔在吹剑比赛中夺冠的欢呼声打断了大家，既然争论无果，只好去问问妈妈的看法了。餐桌上，妈妈表示对谭野先生没什么兴趣，他很风趣幽默，作为朋友挺不错，但若是作为伴侣的话，会很不习惯，还让谭野先生陪他去扫墓，觉得谭野先生有点太纠缠了，所以想让他知道自己多么忘不了你们爸爸。至于木本大叔，妈妈说和他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，在他心里确实非常重要，只要店还开着，如果吧台上没看到木本大叔，他会觉得很失落。经历这件事后，我意识到如果不能继续光顾常去的店，确实让人感到难过。因此饭后我又回到了海星酒吧。你们这还是一如既往的亲近呢？你大概是想来这静静的喝杯酒吧？姐夫好像面试没通过，那之后事情就变得怪怪的，连衣服都跟我穿的一模一样。老实说，我有点担心，也有点害怕。不止我，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感觉，姐姐也是。所以她异常的约我去酒吧谈论姐夫。她觉得姐夫的现状跟她前夫很相似，离职后闲了一阵，之后突然留下离婚协议书就消失了，这真让人唏嘘不已。老姐挑废材的眼光真独到。老姐让我出来，其实是想让我帮忙盯着姐夫，也就是监视一个40来岁的大叔。虽然我本想拒绝，但没抵挡住老姐的哀求，于是第2天我就开始监视姐夫古怪的行为，结果越看越觉得诡异。多喝点谁怎么样？直到姐夫叫我进他房间那一刻，我刚知道他这2天一直在家拼图，而且拼的是那种大小不一的拼图。姐夫说他刚失业，所以才有那么多精力来拼图。作为一个宅在家的人，我感觉像是被他甩在后面了。我们俩搬来了被炉，开启了一段无所事事的生活，聊到了改变世界的大主题。被炉或许真的能带来世界和平，谁要是稍微沾边，立马就不想吵架了。姐夫说待在我这儿能让人感到安心和温馨，不过干劲和工作的力量也会悄无声息地被带走。我感觉这不太像夸奖。姐夫吃橘子会吐皮，姐姐却不喜欢这样，所以她在家会强忍着将皮咽下去。后来又有一首名为《让我自由吃橘子》的歌，听这名字挺搞笑的，于是让姐夫唱给我听。姐夫当然乐意了。橘子皮容易卡牙缝，我很讨厌它，其余的部分我会小心吃的。真是无聊，但挺逗的。得多无聊才能写这种歌？可能跟现在一样闲。所以我建议咱们再来一首，直接叫家里蹲兄弟好了。唱到一半，突然发现春海正看着咱俩，他很感兴趣，想要加入我们。他回想起姐夫曾为他唱的一首自创歌曲，是关于从妈钱包里拿钱的歌。我记得姐夫说过他从未偷过老姐的钱，姐夫说那是借的，只是没还而已。那首歌名叫《名气大了就还钱》。春海一边说一边唱了起来。林子的钱包真吸引人，小钱总是装得满满的，他连100元都没发现不见了。春海也顺手牵羊带走了10日元。这歌词真是过分，500日元太过敏感了，抓住了就只能跪洗盘子，名声大噪后再还钱。我只借用1天，明天立马还。妈妈朵一边偷偷录下这一幕，看到这情景的姐姐笑得眼含泪水，毕竟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，真是没法控制。外甥女春海突然宣布不想考中考，连原因都不肯透露，这让我姐急坏了，只好拜托我来劝劝春海，因为她只想和我单独谈，但我现在真的抽不开身。妈妈今晚做的是炸猪排，你也知道，得趁热吃才好吃。姐家实在太烦了，虽心思全在猪排上，但春海那落寞的样子，作为舅舅只能耐心听他讲。春海想做电台主播，想去相关学校学，这是他这学期才发现的，因此不想上高中了。他目标明确，不愿走弯路。听我说，我严肃地告诉他，别看不起当电台主播，你真不知道这个靠声音生存的工作有多苦。关键是春海，你的声音真的很一般。这番话似乎让他急了。我们都说服不了对方，那就只能让我这个20年资深听众来给你评判一下了。面对我的反对，春海显得很不高兴，非得让我给个充分理由。我只能挑3拣4。春海对这种说辞不买账，最后
我只好真诚地告诉他，在这个网络如此发达的时代，你选择做电台主播，我真的很高兴。但我更希望这是在你积累更多经验之后，很多事只有在高中时才能体会到，比如交友、恋爱、学习，以及那充满喜怒哀乐的青春。没有这些经历的电台主播是不完整的。春海确实是个好孩子，虽然偶尔会有些任性，但他还是会接受我的意见。我打算继续上完高中，昨晚胡闹真对不起大家。我姐偷听我们谈话了，因此找了几个有广播社的学校给春海挑，事情就这么解决了。可我的猪排已经冷了，为了弥补我，妈妈建议一起去吃拉面，炸猪排留到明天做盖饭。吃拉面时，全家人正在聊附近那位算命的，老爸老妈谈恋爱时求过他，姐姐跟姐夫也找他算过，大家都觉得挺准，打算再去一次。这时候拉面做好了，但这老板真是有点过，一次不能做5碗吗？我和春海被旁边播音机的声音吸引了，这已是很多年前的事了。高3时，一位75岁的老先生认真地向我提出交往要求，我拒绝后，他竟用拐杖打我，结果我的鼻骨骨折了。尽管这是段特别的经历，但当时我确实非常苦恼。听完这些，我在想，这算不算是美好的回忆呢？但我和春海都觉得，他的阅历实在太浅了。吃完之后，老姐和春海居然去算命了，可能是因为算命师讲了很多吉言。春海回来时心情特别好，连连称赞说非常准。老姐还偷偷给我算了一卦。别卖关子了，他说阿曼和上司相处的不好，建议他考虑明年换个工作。完全不对，可能他觉得姐姐是那样的人，他弟弟应该有工作的。这时一旁沉默的姐夫突然加入讨论，如果他指的是我，那岂不是全中了？确实如此，肯定不是这样的。林子周围的人如果稍微一偏，那人就是我。我真头一次遇见人能让预言变真。算命其实只要自己信了，然后为之努力就行了吧。姐姐家翻修的房子差不多建好了，搬家公司送来了纸箱，这2天大概得忙着打包衣服。但在此之前，姐姐打算彻底断舍离，打算把东西拿到跳蚤市场卖。姐夫忙别的去了，只好求助于我，帮忙总得有点补偿吧。你打算给多少？别装傻，你需要我的帮忙对不？没有免费的午餐哪来的？销售额的5%如何？跳蚤市场前1晚。我约姐夫去酒吧小酌，聊到了我想尝试的事，大家觉得我特别有天赋，特别是挑毛病和辩论，简直像个天才。其实我以前和海星聊过这个话题，如果在政客手下工作的话，这份天赋会有用武之地。正是这句话，姐夫把这事告诉了妈妈和姐姐，他认为我很适合做议员的秘书，就是他之前没应聘上的那个。所以第2天在跳蚤市场上，妈妈约了谭野先生谈价格，而我对这件事一无所知。你对成为议员秘书感兴趣吧？没错，他一直梦想着能和议员共事。我自然对这种擅自做主很不满，而且我对议员秘书的岗位一点也不感兴趣。但姐姐还是言辞让我先面试再说，可能他们并不需要我。最后我硬是用歪理逼得姐姐生气。为此，我提前离开了那儿，一个人在熟悉的街上闲逛，观察各种人都在努力的工作和生活，这些往常不曾留意的场景，此刻却异常醒目。或许那些工作并不高大上，虽然挺累的，但我感觉到一种满足和充实，看得出大家都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情。那我真正想做的是什么呢？旁边的木本大叔似乎读懂了我的心思，问我是不是也很羡慕他们。如果我还挑剔这挑剔那的，就会错失很多机会，最终变成像他这样的失败者。看到那些景象，我也想有个家。但现在，我的夜晚暂属海星。他说香小姐2小时前做过这，不知为何，我立刻离开了那里，可能有点愧疚。我告诉海星去面试议员助理，他说找不到工作，只好试试。但这工作没有我开咖啡店时的激情，感觉自己不太适合这个。但咖啡店似乎也不是我要的答案。海星觉得我就像忘不了小学初恋的高中生，每个人的第一次总是最纯真的。第一份工作让人误以为这就是命中注定，即使后来继续找，也徒劳无益。他建议我好好思考，但其实我已经想明白了，所以才这么烦恼。旁边的小雪接着说，明日香离开时留了条言，只留下2字：小雪，转告他，这事让我来做，真的行吗？
我觉得女生说更合适，那就当我是明日香，听我说，赶紧行动吧。在回家路上，碰见了那位算命的，不知怎的，我也脱口出了那两字，试试。连平时不提供外卖的拉面馆也开始外送了，变化真多呀！快坐吧，阿蛮。姐夫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吃我做的炒面了，他们要搬回家了，虽然将来还能见面，但应该不会再有没有工作时的共餐了。我听后也觉得是，也许不止炒面呢，其实不知不觉间跟很多食物都已经告别。姐夫也赞同我，想到高中常去的拉面店突然歇业，他在门口伤心好久。还有当初老姐常做的卷面白菜，那菜真是太费劲了，现在更不好意思提这事了。同时谭野家要办烤肉派对，邀请周围的邻居一起来谭野家，我们一家也在邀请名单上。妈妈说把这当做姐姐一家的送别会，姐姐一家自然乐意参加，毕竟还能品尝到难得一见的野味。只有我自己拒绝参加，我既无关紧要，也没想离开家，可能是不太喜欢热闹吧。不止我一个人没去，木本大叔也没去。大家应该都知道，为了避免独自待在家，我特意去酒吧坐了一会儿。回家时没想到他们还未归。第二天，老姐一早开始整理衣物，跳蚤市场虽已清理不少，看来这段时间又添置了不少。那时妈妈叫我和姐夫商量晚饭吃啥好，因为昨天在谭野老师家吃了好多肉，今天实在不想再吃了，但我就不高兴了。姐姐觉得我是因为没吃到肉，故意刁难他们，但我觉得就算昨天已经吃过肉，今晚的寿喜烧还是少不了。我有自己的坚持。3个月前姐姐一家搬来时，我们吃的是寿喜烧，所以今天最后一餐也得是寿喜烧。然后列举了一堆理由，但似乎大家还是不太买账，所以我用举奥运会的例子再给他们用比喻说明了一下。奥运会开幕和闭幕不是一般都在同一个地点吗？奥运会肯定是这样，3个月前的开幕式，我们5个人像奥运5环一样并肩吃寿喜烧，我好像又在闭幕式上吃了一次，象征全家人的爱。我们应该每4年聚吃顿寿喜烧。这么一说，老姐也只好勉强同意了。明明刚刚还不想吃寿喜锅，现在他们吃的比我还开心。老姐问老妈今年除夕有什么安排，毕竟我每年都会去海星的店。老妈的答案还是老样子，大扫除后啤酒解乏，然后打盹。老姐让我们一起看她新家，留老爸一个人在家，老妈觉得不妥。姐夫建议带上老爸的遗像，但我担心把遗像当成真人会添麻烦。老妈说她天天都把遗像当老爸，还跟遗像聊天呢。于是我又开始纠结了。姐夫最后说道，如果有挑刺大赛，我肯定能赢金牌，不过那啰嗦母女俩也很有夺冠潜力。晚餐后，我和姐夫去了酒吧，他跟我分享了他找到的理想工作，就是做一名出租车司机。他还提到想继续音乐这块，如果成为上班族，时间就太受限了。看到姐夫找到了方向，我也真心为他感到高兴。回程路上，姐夫特别感激我这段时间的陪伴，这里太舒服了，甚至有点不想走。我自己也是这么感觉，真的感谢，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依靠，就已经很足够了。这3个月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，咱们以后还得一起喝酒。好的，以后也请多多照顾。回到家，我把姐夫想当司机的事告诉春海，春海说他知道了。其实姐夫想当司机还有个原因，如果春海成了主播，姐夫开车时就能听到他的声音。春海知道后非常感动，因此为了抑制情绪，他马上换了话题，问我有没有找到喜欢的事。这是谁能说得准呢？人一旦意识到在找东西，那就永远找不到。所以我打算放弃寻找，说不定反而能有意外的收获。